这样才有趣。楚风这次并未闪躲，而是手中的双刀招式一变，一把向上挡住独孤傲云的长枪，一把向下横扫独孤傲云的腰盘。不过独孤傲云也并非简单的角色，无论是速度还是反应，几乎不在楚风之下。长枪回收，向下一抖，长枪顿时化作游龙，弹开了楚风的大刀，随后再次猛然向前，又化作一条凶猛的蓝色长龙，向楚风凶猛攻去。这两位天才，一位手拿金色双刀，一位手拿蓝色长枪，以闪电般的速度，百变的招法战成了一团，难解难分，厉害！楚风竟然真的与独孤傲云打成了平手，这样的战斗可是诸多宗主都没有做到的，连诸多宗主都无法将独孤傲云逼到这般田地，但是楚风却做到了，此子也未免太过逆天了吧！看着二人眼花缭乱的战斗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变得颤抖起来，脸上挂满了震惊之色，就连艳阳天也是眉头紧锁，眼神中涌动着复杂的神色。楚风的战力太可怕了，至少从战力上来说，已经完全超越了独孤傲云，而凌云宗与青龙宗的梁子已经结下，若是不能化解这份恩怨，那么楚风日后定然是凌云宗面临的最强大敌。这让艳阳天不得不重新审视对楚风的态度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楚风没有成长起来之前将他扼杀，而眼下便是扼杀楚风的最好时机。想到此处，艳阳天目光一转，他的嘴唇开始轻轻闭合起来。他的嘴唇在闭合，但是却没有人听到他说话，反而是那独孤傲云双耳一动，随后面容巨变，冲着高台之上的艳阳天点了点头。是隔空传音，天武境强者独有的手段，能够将自己想说的话只说给特定的人听，除了那个人外，其他人连半个字都听不到。而刚刚艳阳天对独孤傲云说的话，其实是个命令，那便是让独孤傲云杀掉楚风，后果他负。得令之后，独孤傲云也不犹豫，赶忙收起手中的蓝色长枪，身体化作虚影，猛然向后退去。与此同时，双手叠加，对着楚风探出，高喝道：“大海无量！”话音刚落，独孤傲云的身前便涌现出狂暴的滔滔巨浪，那是真正的巨浪，湛蓝的海水，凶猛的浪花，每一道都有3丈之高。此刻一波接着一波的席卷而出，向楚风拍落而去。这浪花很奇妙，并没有四处乱走，而是跟随着独孤傲云的指挥而涌动，所以在拍向楚风的同时，也有大片的浪花围绕着比斗台旋转游动。它们并没有流淌出比斗台，而是一直在比斗台上旋转涌动。到了最后，那巨大的比斗台上已是浪花起舞，彻底被那湛蓝色的海水占领。此刻的楚风已经没有了攻击的机会，唯有凭借御空术这强大的身法武技踏浪而行。但是奈何那浪花实在太过诡异，时而化作利刃，时而化作刀斧，不断的向楚风劈砍而来。眼下的楚风并不只是简单的在巨浪之中与独孤傲云战斗，而是在刀山火海之中战斗，当真是危机四伏。若不是楚风拥有极强的精神力，能够预感浪花的变化，恐怕就算有御空术这巧妙的身法武技，也是难以支撑。好厉害的武技！莫非这是凌云宗的正宗武技之一？6段武技大海无量，传说这武技能够跟随施展者的强弱而进行变化，莫说变化刀刃，甚至可以化作火海。而独孤傲云显然已经施展出了此武技的最高奥义，厉害，都好厉害！独孤傲云施展的武技气势与力量具备，但是楚风的身法与感应力更是相当利奥的，能够在这样强横的武技之中游走，可见此子是多么的厉害。楚风与独孤傲云的战圈已经超越了常人的理解范围，不仅是视觉上的，在心理上也对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。独孤傲云的武技，楚风的身法，都让人们眼前一亮，自叹不如。连各方宗主都佩服二人的手段，就更别说那些弟子们了。身为与独孤傲云和楚风的同代中人，他们实在感觉自卑，尤其是楚风，年龄比他们还小，却如此利奥的，让之前还自认为是天才的他们觉得羞愧难当。这家伙竟然这么强！当日我那般挑衅于他，真是自不量力。看来他没杀我，是我的造化。无间宗的第一弟子南宫晓此刻神情紧张，满脸后怕，为当初之日对楚风的挑衅而感到后悔，生怕楚风怀恨在心，日后难为于他。因为此刻的楚风能与独孤傲云打得不相上下，这已经说明楚风的战力超越了他无间宗的宗主，甚至超越了除了凌云宗外的所有宗主。如此强大的实力，再加上有齐风阳那样的大哥做背景，很多人在心中都给楚风打上了可怕的标签。所以南宫晓深深的知道，若是楚风想对他不利，恐怕没人能保住他，等待他的只有一条路，那便是死路。事实上，除了南宫晓外，玉女宗的白皙以及众弟子和长老，各方宗门的宗主长老和弟子都在想着差不多的问题，那就是日后一定不能得罪楚风。因为楚风不仅表现出了强大的实力，冲他敢在凌云宗的地盘斩断封号双手，挑战独孤傲云等行为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仇必报并且心狠手辣之人。这样的敌人太过可怕，最好避而远之，不惹为妙。天寒地冻，可就在这时，正在施展大海无量的独孤傲云竟然暴喝一声，在大海无量施展的同时，又施展出了第二种武技。自独孤傲云体内溢出的旋力，全部化作了无形的飓风，在那海浪之上吹动，将这方滔天巨浪吹得更加汹涌。不过这只是一个开始，那无形的飓风竟然急速变化，开始散发出极其刺骨的寒气。这股寒气之可怕，比之麒麟王府的寒冰气焰还要刺骨。最主要的是，在这股寒气涌动的同时，脚下的滔天巨浪也是开始凝结成点点冰渣，大幅度的增添了那寒气的强度。原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局，之前的大海无量不过是围着天寒地冻所做的铺垫而已。此时此刻的致命寒气
才是独孤傲云想要制服楚风的利器。此时此刻，在这方天地，寒气可以凝固一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连楚风的身体也是马上覆盖上了一层寒霜，冻得楚风身体开始僵硬，动作开始缓慢。到了最后，楚风的动作越来越慢，俨然化成了一个冰人，最终彻底不动，掉落了那海浪之内。当楚风掉落之后，那海浪便瞬间凝结成冰，将楚风封印在其中。而独孤傲云则是潇洒的飘落下，他站在冰上，笑望四方胜负已分。这一刻，人群一片惊呼，看着比斗台上那张牙舞爪的恐怖冰雕，人们都被独孤傲云的手笔所折服了。虽然楚风的战力让他们惊叹，但是独孤傲云的战斗经验却更让他们臣服。独孤傲云不但以强大的掌控力，同时施展2种6段武技，更是集合了2种武技的特性，发挥出了超越6段武技的威力，这才使得发现不对之时，为时已晚，被独孤傲云击败。独孤傲云不愧为青州小辈的第一人，这等手段让人佩服。唉，可惜了楚风，还是年龄太小啊！若是再给他几年时间，相信独孤傲云也绝对不会是他的对手。这一刻，有人惊叹独孤傲云的实力，也有很多人都替楚风感到可惜，这样一个超级天才就此陨落，实在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。不过，相比于那些旁观者，凌云宗的众弟子可就是满面的狂喜，因为独孤傲云的胜利，不但替封号报了仇，更是守住了他凌云宗的尊严，保住了凌云宗在青州的王者地位。可就在人们觉得大局已定之际，比斗台上却剧烈的颤动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道道细小的裂痕开始在那寒冷的冰雕之上蔓延，那裂痕游走得越来越快，并且面积越来越大，从细小变粗壮，很快便遍布了整座巨型冰雕。紧随其后，一股极其狂暴的能量自那冰雕之内扩散而出，席卷开来，笼罩了那方天地。刹那间，巨大的冰雕4分5裂，并且急速扩散，从巨型的冰块化作细小的冰雨散落而下，直到彻底粉碎。与此同时，那方天地一道身影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内，是楚风。此刻的楚风站在比斗台上，那覆盖在他体表的冰霜正化为蒸汽不断升腾，在那蒸汽之下，人们能够看到一双异常凌厉的双眼。伴随楚风出现的，还有一股恐怖的压力，将那方天地都挤压得变形扭曲。而在那股压力之下，独孤傲云已然没有了先前的嚣张姿态，满面的痛苦之色，正承受那压力的压迫，被一点一点的压弯了腰，呈现出屈服的状态。好厉害的武技，这种感觉如同已经超越了6段武技一样。难道说楚风掌握着7段武技？不可能，青州境内根本就不存在7段武技，这一定是6段武技。6段武技中的极品武技，再加上楚风对武技的理解能力，加上他独有的天赋，才发挥出了超乎武技本身的力量。是武技的使用者独有的理解能力和天赋，使得武技的威力升华了吗？那这样说来，在武技的施展之上，楚风不也完全超越了独孤傲云？楚风的虚空龙吟剑实在太强，尽管没有独孤傲云的大海无量和天寒地冻那么绚丽，但是那种绝对碾压的气息，却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撼。独孤傲云，你是自断修为，还是我来帮你？看着那被自己的虚空龙吟刃压迫到连腰板都无法挺直，即将跪在自己面前的独孤傲云，楚风冷声问道：“哼，真以为你已经胜券在握了？这场比斗还没有结束，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我凌云宗的最强武技。”独孤傲云突然仰天大笑，随后体内便涌动出一股极其特殊的气息，那本受压迫的他竟然抵挡住了楚风的虚空龙吟刃，并且他的气息正在急速增强，一层一层的突破，一层一层的变强。这种感觉是绝杀七伤拳。感受着气息正在急速变化的独孤傲云，楚风也是面容微变，眉头紧锁起来。他认出了独孤傲云所施展的武技，乃是凌云宗的正宗武技之一——绝杀七伤拳。这个武技本是5段武技，按理来说不足为惧，可是这个武技却是一种很诡异的武技。与禁药有者共同之处，那就是能够以损耗己身为代价，获取超乎本身的力量。当初在朱雀城的时候，楚风曾在凌云宗一位核心弟子丁筹的身上见识过。当初的丁筹凭借这个武技，使得修为大涨，并且那丁筹只是将这绝杀七伤拳修炼到了第3层，便让楚风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。而眼下，独孤傲云所施展的绝杀七伤拳已经完全超越了丁筹，现在已经施展到了第4层。在第4层的情况下，独孤傲云的身体就已是完全不受楚风虚空龙吟刃的压迫。就在这时，独孤傲云竟然再次突破，踏入了第5重。这个时候，以独孤傲云为中心，一层一层的旋力急速旋转，竟然开始向楚风反扑而来，让楚风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。不过这还没有完，突然之间，又是一层极其可怕的无形漩涡自独孤傲云的体内席卷而出，楚风的虚空龙吟刃彻底被其瓦解。此刻的独孤傲云不但突破到了绝杀七伤拳的第6层，就连他的修为也是暴涨了1重境界，从玄武8重踏入了玄武9重。这一刻，在独孤傲云的威压之下，楚风不由向后倒退一步，脸色再度变得难看起来。面对修为大涨的独孤傲云，楚风也是倍感压力。快看，那独孤傲云的气息怎么突然暴涨到了这种程度？这种诡异的变化，莫非是凌云宗的正宗武技绝杀七伤拳？独孤傲云的变化让所有人都为之惊叹，因为从玄武8重突破到玄武9重，这种变化实在太过恐怖，让他们不由得想起了那绝杀七伤拳。没错，这正是我凌云宗的正宗武技绝杀七伤拳。这门武技虽是5段，但却是凌云宗最难修炼的武技。常人能够修炼到3层已是天才，若是能修炼4层就是超级天才。可是我独孤师兄此刻已将这武技施展到了第6层。凌云宗的弟子得意洋洋地介绍起来。天哪，修炼到了第6层，那独孤傲云的领悟力究竟强到了何种地步？
而听得凌云宗弟子的吃惊，围观的人们更是目瞪口呆，赞叹不已。而再次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，则是满是担忧之色。先前楚风与独孤傲云相差4重境界，已是打得难解难分，如今相差了5个境界，楚风显然无法支撑。独孤傲云已经以压倒性的优势压制住了楚风，根本就无需再使用武技，只凭气息便可击败楚风，这便是绝对实力的压制。可就在这时，楚风的身体却突然产生了变化，一层层金色的雷霆竟自楚风的体内涌动而出，而在这层金色雷霆的覆盖下，楚风的气息也是暴涨，从玄武3重突破到了玄武4重。快看，楚风的气息，他竟然突破到了玄武4重，怎么回事？难道楚风也修炼了绝杀七伤拳不成？好端端的修为怎么会暴涨到突破了1重境界？你们仔细看，楚风的体外有着金色的雷霆，一定是那雷霆将他的修为提升了1重。好华丽的武技，那究竟是什么武技？楚风激活了自己血液中的金色雷霆，这种他独有的能力，却被人误认为是一种华丽而强大的武技。那金灿灿的雷霆让人们惊叹的同时都羡慕不已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武技，一种非常强大的武技，本不该存在的武技。可是这个武技却被楚风掌握了，有2下子。看来你青龙宗内还残留着青龙道人留下的宝藏，竟然有这么多我从未见识过的武技从你的身上露了出来。不过你真以为将自己的修为提升1重就能与我抗衡了吗？独孤傲云以冰冷的目光盯着楚风，难道你觉得我无法与你抗衡？楚风微微一笑，不以为然地反问道：哼，当然不能。你以为我这绝杀7伤拳真的只是提升我的修为吗？如果这么想，那你可就太低估它了。不妨告诉你，这绝杀7伤拳虽然被归类5段，但是若修至大成，那可是堪比7段武技的。独孤傲云的情绪显得有些激动，因为连玄武9重的宗主级人物都能够轻易击败的他，此刻竟然被只有玄武3重的楚风逼迫到这种地步，实在让他感觉汗颜，迫不及待的想要将楚风斩杀，以证明他才是青州的第一天才。好啊，那就让我见识一下你这所谓的7段武技如何。楚风面色不改，挑衅的笑了笑，满足你。独孤傲云怒火中烧，不再废话，大步先前一跨，蜀拳连续轰出，一层层加旋力拳头，看似平常无奇，但实际上却蕴含着毁灭性的威力。那种威势散发而出，连天地都在颤抖，连围观之人都面露恐惧，深深的被那拳中的力量所震慑到。那我也让你见识一下，我楚风是如何挡住你这7段武技的。楚风不闪不躲，而是意念转动间，磅礴的结界之力浮现而出，在其身前形成一道巨大的结界屏障。那灰色的屏障几乎眨眼之间便浮现而出，如同一座堡垒一样，挡在了楚风的身前。与此同时，独孤傲云的玄力拳头已是轰然而至，不断的化作恐怖的涟漪，扩散在天地之间。恐怖的威势，连那坚固无比的比斗台都是难以抵挡，一层一层的被摧残，浮现出道道裂痕，最终竟然彻底坍塌。可就是这样恐怖的攻击，却只能停留在楚风的身前，根本无法靠近楚风，全部被楚风所布置的结界挡了下来。天哪，大家快看，楚风竟然挡下了独孤傲云的攻击，他竟然挡下了如此恐怖的攻击。起初，所有人都被独孤傲云的攻击所震慑住了，可是当他们看到任凭那恐怖的涟漪不断炸开，却无法伤及楚风分毫之后，他们那本就震撼的表情，则是瞬间加深了一层。那是与此同时，站在高台之上的艳阳天也是眼前一亮，目光中难得的涌现出吃惊之色。没错，那是灰色结界。这楚风掌握了灰星号星号灵师的力量，并且他的精神力与我之前感受到的一样，他便是百宗大会之初感应你修为的那位界灵师。就在这时，艳阳天身后的灰袍界灵师很是吃惊的开口了：什么？这样说来，楚风是一位灰袍界灵师？听得此话，莫说艳阳天，在那高台之上的所有人都是惊愕的张大了嘴巴，满脸的不可思议。那是灰色结界，楚风凝聚出了灰色结界，这楚风竟然是一位灰袍界灵师。这一刻，不仅凌云宗的人发现了楚风的异常，各方宗门都有人发现了不对，一眼便认出楚风所施展的是结界，并且还是灰色结界。楚风竟然是一位灰袍界灵师，楚风他不仅是一位修武天才，竟然还是一位灰袍界灵师。而当这个消息传出之后，几乎在场的所有人无一不是面容大变，彻彻底底的被楚风的能力所吓傻了。灰袍界灵师，那可是在整个青州只有2位的大人物，而如今竟然出现了第3个，并且还是如此年轻的一位少年，一位天赋如此可怕的修武天才，这实在让人们太过震惊了。震惊之余，人们更是联想到了一个人，那便是早在大半年前便名动青州的神秘人物灰袍先生。这楚风会不会与灰袍先生有着怎样的联系？就在人们猜测纷纷之际，楚风探出手掌，对着独孤傲云一抓，一层层强横的结界之力便开始在独孤傲云的周边出现，最终在将其团团包围后，开始向独孤傲云压迫而去。面对这种情况，独孤傲云开始施展他的绝杀7伤拳，想要击破那结界，可奈何他却根本无法破坏那结界分毫，这让向来狂傲的他也是不免变得恐惧。楚风的灰色结界墙是最强悍的防御，但同时也可以化为最凶猛的攻击攻势。此时此刻，这结界墙分为6面，跟随着楚风的意识，从上下左右4面8方将独孤傲云困在其中，并且在急速收缩。这样下去，若独孤傲云还无法突破这结界墙，那么他迟早要被挤压成一片血水。面对这种情况，独孤傲云也是面露恐惧。不过突然之间，在那恐惧的眼中闪过一抹决意，紧随其后，独孤傲云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，肌肤化为血红之色，且蹦出道道青筋，双眼也是化为了空洞的白瞳，那般模样如同人形野兽一般。
恐怖而狰狞。最主要的是，在这种变化下，独孤傲云的气息竟再次大涨。突然，独孤傲云大嘴一张，竟然仰天长啸起来，宛如野兽般的声音便自其口中传出，震荡的大地剧烈颤抖，震得许多人捂住了双耳。这哪里还是人的声音，简直是野兽、凶兽，甚至妖兽都无法发出的吼叫。而伴随着那吼叫的响起，一层强横的涟漪也是自其体内横扫而出，竟将楚风的灰色结界冲击瓦解，轰成了粉碎。这种气息，难道说独孤师兄他将绝杀七伤拳修炼到了第7层不成？这一刻，凌云宗的弟子不由面容大变，因为独孤傲云的变化，让他们联想到了绝杀七伤拳的最高层次。傲云竟然修炼到了这一步，这可是连我都未曾修炼到的层次。看着那急剧变化的独孤傲云，艳阳天的眼中布满了狂喜之色。这绝杀七伤拳虽只是5段武技，但修炼难度非常之高，就连他也只是修炼到第6层而已。可是独孤傲云却修炼到了第7层，这充分的说明了独孤傲云的天赋还要远在他之上。而他凌云宗有此后人，他如何能不狂喜？以傲云的天赋，5年之内必然突破到天武境。那个时候，我凌云宗就不再屈就于这青州，可以踏上九州大陆这座辽阔的舞台。艳阳天因独孤傲云的天赋而显得有些激动，因为他已经看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。宗主大人，这绝杀七伤拳的反噬作用极其可怕，傲云将此武技施展到了第7层，恐怕不过相比于艳阳天的激动，凌云宗的12护法则是更担心独孤傲云的身体。放心，有我在，定保傲云无事。眼下最要紧的是不能输，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不能输，因为输了就什么都没了。那位灰袍界灵师低声道：“没错，此战必须赢。那楚风如此年纪便如此狠辣，竟与傲云定下废除修为的赌约，想必那灭掉上官家的灰袍先生很可能就是此子。这样的人，既然得罪了，就很难和解。必须趁他还没有成长起来之时将其抹杀，而借傲云之手将他抹杀，则是最好的选择。”燕阳天盯着那神色不改的楚风，同样目露杀机，因为楚风实在太可怕了，是他所见过的小辈最可怕的。不仅是修武天赋，还有那狠辣的个性，以及临危不惧的胆识，都不是他这个年纪该有的。所以叶阳天在内心深处不断提醒自己，楚风绝对不能留，不惜任何代价，不惜任何手段，都要将他抹除。就在这时，独孤傲云又是怒吼一声，随后身形一纵，便向楚风爆射而去，一股强大的威势随之而来。此刻的他已是无限的接近了天武境。轰轰轰！这一刻，楚风也是不敢与独孤傲云硬碰硬，一边凝聚结界抵挡，一边催动武技进攻。可是先前还极其坚固的结界，此刻却无法阻挡独孤傲云的脚步。他随意一击便可将楚风布置的结界瓦解，并且楚风所发出的攻击，那独孤傲云也是不闪不躲，而是正面冲撞，竟凭借着自己的肉身挡下了楚风一波比一波强横的攻击，甚至连他的脚步都无法阻挡半步。没用的，傲云这种状态，玄武境内几乎无敌，他的身体就是最可怕的利器，坚不可摧，攻无不破。这种状态的傲云，就连我要伤他，也需费上一番周折，就更别说楚风这个只是玄武4重的毛头小子了。看着楚风发出的攻击根本无效，艳阳天以及凌云宗的诸位高层皆是冷笑连连，觉得楚风在做无用之功。事实上，此刻的独孤傲云的确异常的凶猛，他哪里还是人的模样，连奔跑都是4肢落地，仿佛一只人形猛兽，夹带着阵阵刺耳的嘶吼以及恐怖的杀气，向楚风逼迫而来。想不到这独孤傲云竟然将肉身强化到这种地步，看来只能用那一招了。而见自己的攻击无效，楚风也干脆不再闪躲，他站在了原地，静候独孤傲云的到来。那楚风怎么不动了？难道放弃了吗？可楚风的举动却让外人大感意外，就连艳阳天也是眉头微皱，不知道楚风要卖什么关子。而就在那独孤傲云纵身而起，即将冲到楚风身前之际，楚风却猛然探出手掌，大吼一声：“白虎攻杀术！”白虎一出，势不可挡。那由气体所凝聚成的虎爪，一把抓住了正面袭来的独孤傲云，宛如猫找老鼠一般，将独孤傲云握在半空之中，任凭他在如何挣扎，却也无法摆脱那巨大的白虎之爪。快看，那是什么？白色的虎爪栩栩如生，黑色的纹路，白色的绒毛，简直就是一只真正的巨大白虎爪。最主要的是，它竟能够将那么强大的独孤傲云握在掌心，使其无法挣脱，这实在是让人们震撼无比。想不通这究竟是怎样的武技，才能具有如此可怕的威力？没用的，就算他的武技再厉害，却也无法伤及独孤师兄分毫。独孤师兄施展的乃是绝杀七伤拳第7层，此刻的独孤师兄是无敌的，没有什么能伤害他，只有他能伤害别人。楚风，你不要挣扎了，你今日必败无疑。就在这时，凌云宗的弟子们开始自信满满的呼喊起来，而听得他们的话，楚风则是冷笑一声，随后大臂猛然一挥，那白色的巨爪便抓着独孤傲云猛然下落，最终只听轰的一声，便将独孤傲云拍入了地表之中。强大的力道使得大地出现了一座巨型深坑，无数道深邃的裂痕蔓延出上千米，甚至蔓延到了观看席上，让得一些观众的座椅也是塌陷了下去。而当楚风缓缓地收回手掌，当那冲天的灰尘缓缓消散之际，人们惊愕地发现，那凌云宗弟子口中坚不可摧，攻无不破，处于无敌状态的独孤傲云，竟然已经被硬生生地拍成了肉饼。深坑之中，血淋淋的一片模糊。独孤傲云这位凌云宗的第一天才，此刻已是毫无生机，连尸骨都没有留下，被楚风一掌拍成肉饼。这一刻，场内场外一片静寂，不只是凌云宗的人，就连外人也是被这一幕吓坏了。
呆滞地看着那深坑中的独孤傲云，眼中涌动着震惊与惶恐的神色。这一刻，艳阳天站在高台之上，看着他凌云宗未来的希望，竟然化成了一片血水。他的身体都在颤抖，一股无法形容的怒火正在他的体内涌动。楚风，我要宰了你！突然，有人高呼一声，紧随其后，各种愤怒的叫骂声、喊杀声响彻一片。凌云宗的长老和弟子一拥而上，向楚风围攻了过去。那等气势就是要取楚风性命，想要宰我，你们也配！看着那满面杀气的众人，楚风却是丝毫不惧，只见其大袖一挥，一层强横的旋力便以他为中心扩散开来，扫向四面八方。而在那涟漪的面前，凌云宗的上千位弟子和长老竟然根本无法抵挡，一个个如同稻草人一般被吹散开来，竟然连楚风的一击都无法承受。狂妄的小子，你今日必须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！就在这时，高台之上跃下了12道身影，这12人分别站在12个方向，承包围状，将楚风围起。而这12位正是凌云宗的12护法，12位玄武9重的巅峰强者。与此同时，一层灰色结界也是凝聚而出，将楚风与12护法一同包裹起来。是凌云宗的那位灰袍界灵师出手了。楚风说好点到为止，为何要下杀手？艳阳天开口了，此刻的他双眼血红，连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。所有人都能看出，这位凌云宗的宗主真的怒了，他在强忍着自己的怒火，强忍着要杀死楚风的冲动。其实我并没有想下杀手，只是想点到为止罢了。只是奈何，刚刚你凌云宗的人都在大喊，说什么独孤傲云是无敌状态，坚不可摧，攻无不破。我一紧张就多用了一重力量，谁曾想他那么不堪一击，我这一巴掌就把他拍死了。唉，燕宗主，这件事你真不能怪我。其实独孤傲云的死，你凌云宗的各位都有责任。若不是他们乱喊乱叫，我也不会错认为独孤傲云真的很强，也就不会将他误杀了。面对艳阳天的质问，楚风却是耸了耸肩膀，满脸的无辜状。好你个楚风，杀我凌云宗的人，还把罪责扣在我凌云宗的头上。今日我不管你的身后究竟有谁撑腰，我都要取了你的性命。终于，艳阳天无法控制自己那心中的怒火，仰天咆哮起来。这一刻，他那天武境的气息扩散而出，独有的力量席卷天地，整个广场都是剧烈颤动。狂暴的飓风将所有人都吹得连滚带爬，难以支撑，太可怕了！这便是天武境的力量。艳阳天真的踏入了天武境，死定了！楚风死定了，没人能救得了他。哪怕他战力逆天，玄武境内已是无敌，但是面对天武境强者，哪怕他再强，却也无法逃脱。这一刻，人们惊呼不已，都被艳阳天展现的威势所吓坏了。事实上，就连楚风也是眉头紧皱，喃喃自语道：“这便是天武境的力量，果然好强，与玄武境完全不同。天武境自然很强，你能够以元武境击败玄武境，但不见得能以玄武境击败天武境，除非你是玄武9重，否则就算你战力滔天，也很难与天武境抗衡。那可是最接近武君境的境界，掌握了天之力的境界。”与此同时，淡淡也是凝重的提醒道：“都给我退下，我要亲自宰了这楚风，为傲云报仇。”艳阳天衣衫摆动，长发狂舞，滔天的杀气自其体内散发而出，主宰了这方天地。在他的力量面前，楚风几乎是逃无可逃。而在艳阳天发话后，灰袍界灵师则是赶忙解开结界，12护法也是赶忙退回高台，因为他们知道艳阳天真的怒了。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必须离楚风远远的，生怕被牵连到其中。因为曾见识过艳阳天武境力量的他们，深深知道这位天武境高手的随意一击有着怎么样可怕的破坏力。老子倒是要看看，今日谁敢动楚风一下试试。可就在这时，又是一声怒喝响起，这声音之响亮，宛如雷鸣在天空炸响，震得许多修武高手顿时面容一变，双耳嗡嗡作响。修为弱者更是直接被这一声怒吼震得口吐鲜血，昏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一股磅礴的威压从天而降，仿佛无形的山脉压迫而来。而在这种恐怖的威压之下，一道苍老的身影也是出现在天空之上。他身穿金色铠甲，正如战神一般，自半空缓缓而降，最终在无数道目光的锁定下，落在了楚风的身旁。而这位正是楚风的大哥，麒麟王府的骑士族长齐风阳。天哪，是齐风阳！他这股气息是怎么回事？他怎会从天而降？难道说他也踏入了天武境？他也是一位天武境强者。齐风阳的出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而他展现的实力更是让所有人大吃一惊，那是不输于艳阳天的压迫感。这也就是说，这位老者有着不输于艳阳天的修为。齐风阳，你竟然也踏入了天武境！事实上，不只是旁人，就连艳阳天也为齐风阳的实力所震慑到了。据他所知，如今的青州境内唯有麒麟王府的府主是一位天武境高手而已，而他在1年前突破，可以说是青州的第2位天武境高手。但是眼下竟出现了第3位天武境高手，这可以说是打破了青州的格局，让他不得不认真对待。至于齐风阳，却根本不理会艳阳天，而是一把搭在楚风的肩膀上，问道：“老弟，没事吧？”“大哥，没事。我终于知道你为何传音于我，让我拍死那独孤傲云了。原来你也是一位天武境强者。”相比于旁人，楚风看到齐风阳的修为后，则是喜出望外，兴奋得不得了。嘿，你大哥我离开这几日没干别的，为的就是突破大这个境界。不过还别说，这感觉还真不错。齐风阳一笑，随后将目光看向艳阳天，高声喝道：“燕宗主，那独孤傲云是老子让楚风拍死的，有什么事你冲老子来！”齐风阳此话一出，如晴天的一道惊雷，将所有人都吓了一跳。而艳阳天更是愤怒不减，
气得浑身发抖，直指齐风阳大喝道：“齐风阳，你为何指使楚风杀掉我宗弟子？难道身为麒麟王府的人，你就可以藐视皇朝王法，践踏人命不成？”哼！燕阳天，你凌云宗的独孤傲云，目无尊长，无法无天，竟当着这么多宗主之面，扯断李长青双臂，侮辱一位前辈。这种弟子，就算有些天赋，但日后成长起来，也绝对不会行善，反会作恶。留者本就是祸害，还不如早点除掉为好。我叫楚风这么做，也是为你凌云宗好。如若不然，你凌云宗日后若交给他来管理，那定然会被他带向一条不归路，成为一个魔宗。燕阳天，你不用谢我，身为麒麟王府的族长，为民除害是应该的，后会有期。齐风阳先是对燕阳天唾沫横飞的一通指责，随后又哈哈一笑，便抓着楚风的肩膀，身形一纵，便腾空而起，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，只留下一群目瞪口呆的宗主、长老跟弟子，以及那满脸愤怒却又无可奈何的燕阳天。齐风阳御空而行，速度非常之快，只是眨眼间便离开了凌云宗的范围，这让楚风为之啧舌。这样的速度可不是他施展御空术就能达到的，也就是说，就算楚风拥有御空术，他能够御空而行，可是面对真正的天武境高手的话，以他如今的速度，恐怕还是不敌，甚至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。而齐风阳带着楚风离开凌云宗后，在一座山中村落停了下来。这是一个简单的农家小院，粗糙的土房，篱笆的院子，院子内散放着一群鸡鹅，正在叽哇乱叫。院外围着数十百姓，正在抬头张望，他们瞪圆了双眼，张大着嘴巴，满面震惊看着天空，因为此刻两道身影正在从天而降，这可将连修武都没有接触过的山村百姓们吓坏了。一些人还以为是神明从天而降，纷纷跪倒在地，对着朝着天空膜拜起来。而这从天而降的二人，自然便是齐风阳与楚风。落地之后，齐风阳也不理会那群百姓，而是带着楚风直接进入了那间土房。在这土房之内，楚风看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，一位是李长青。此刻的李长青脸色苍白，嘴唇发紫，倒卧在木质的床上昏睡着。而在李长青倒卧的床边，玉女宗宗主正满头大汗的忙来忙去，竟然在以药草帮助李长青缝制那断掉的双臂。齐大人，您回来了。那独孤傲云太卑鄙了，他在扯断长青双臂的时候，以玄力刺破了他的经脉和肌肉，以我掌握的医术，根本无法帮助长青复原双臂。见到齐风阳，玉女宗宗主紧张冲了过来。别急，我们这里可是有一位戒灵师。齐风阳不急不忙，微微一笑，将目光看向了身旁的楚风。而楚风也不怠慢，赶忙走上前去查探此刻李长青双臂的情况。见楚风有模有样的摆弄着李长青的双臂，玉女宗宗主则是有些眉头紧皱，担忧地看向齐风阳，低声问道：“齐大人，李宗主的双臂肌肉和经脉皆废，已经不是完整的手臂，那根本就是一双无法修复的手臂。虽然戒灵师的手段特殊，但是恐怕也无法恢复，还是要找医术高超之人想象办法。”对于玉女宗宗主的疑虑，齐风阳只是微微一笑：“咱们这位戒灵师可不是普通的戒灵师。”就在这时，一道耀眼的光芒自楚风与李长青的方向绽放开来，这一幕使得玉女宗宗主大惊，赶忙将目光投了过去。而这一看不要紧，就连见多识广的他也是被吓了一跳，因为此时此刻，在李长青的双臂之上，竟然各自出现了一座小型阵法。那阵法符咒流转，散发着淡淡的灰色光芒，在那光芒的笼罩下，符咒不断自李长青的双臂内进进出出，释放着他独有的力量。而在那符咒的蠕动下，李长青断臂的肌肉和经脉竟然正在复苏，并且复苏的同时，已经与原来的经脉链接在一起。这种感觉，莫非楚风是一位灰袍界灵师？这一刻，玉女宗宗主吃惊地张大了嘴巴。灰袍先生，听过吗？齐风阳笑了笑，什么？难道说灰袍先生就是楚风？听得齐风阳这样一说，玉女宗宗主那本就张大的嘴巴顿时又张了一圈。而对于玉女宗宗主的问题，齐风阳只是一笑，却并未回答。好了，只要宗主大人安心休息几日，应该就可以痊愈了。就在这时，楚风站起身来，而再看李长青，那断臂已是完好无损。楚风竟然连那被扯断的长袍袖子都通过戒灵之术给缝合了上去，血渍都给去掉了。哇，楚风，你真是太神了！这一刻，玉女宗宗主狂喜无比，那本就具有姿色的脸蛋，此刻笑得跟花儿一样，可见他对李长青的确有着很浓厚的特殊情感。这就神了，还有更神的？齐风阳诡异地笑了笑，还有什么事？玉女宗宗主瞪圆了双眼，好奇地追问道。别急，很快你就知道了。不仅你会知道，整个青州的人都会知道。齐风阳一笑，竟对其卖起了关子。而听得此话，本就好奇的玉女宗宗主更是好奇的不得了。不过碍于齐风阳的身份和实力，他也是不好多问什么，只能期待着这个消息赶快传散开来。这个村子被齐风阳包了下来，只因李长青在此休养，所以这个穷困潦倒的山村内，每个村民都得到了不敢想象的巨款，并且为了表示感谢，在明知道齐风阳已经给过村民报酬后，楚风还是又给了他们很多黄金。因为对楚风来说，金钱乃是身外之物，只有玄药才对他有用。而面对突来的报复，本就以为楚风等人是天神的村民，更是将村里的全部好东西都拿了出来，孝敬楚风等人。鸡鸭鹅、猪马羊，凡是能吃的好吃的，全都以各种方法做了一遍。这使得吃惯了山珍海味的楚风等人吃了一顿完美的山村大餐，不得不说别有风味。晚饭过后，楚风与齐风阳漫步在天际。这次不是齐风阳带着楚风御空而行，而是楚风运用御空术与齐风阳一同行走在紫霞天际。御空术，御空老人倒是发明了个了不得的东西，看着楚风如履平地般的在空中踏步而行，
齐风阳佩服的点了点头。御空之术，连已经踏入天武境的他都无法创造，可御空老人竟然凭借玄武境的修为创造了这样的身法武技，当真是一种奇迹。大哥，独孤傲云虽然将我宗主的双臂扯断，这实可恨，但我这次将他拍死，似乎有点过了吧？突然，楚风有些担心的道：“我擦，这话你小子好意思说？”齐风阳撇着大嘴，狠狠地瞪了楚风一眼。而面对此般的齐风阳，楚风也是有些尴尬，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并未反驳，因为齐风阳说的很对，以楚风的行事风格，其实拍死独孤傲云真不算什么，反而是他说出这种话，有些奇怪。当然了，楚风之所以这么问，自然有他的考虑。我知道你小子担心什么，那艳阳天乃是天武境高手，你小子虽然战力滔天，是一个异种，但是面对天武境高手，说你是一只脆弱的蝼蚁也不为过。以前没踏入这个境界，对于这个境界的种种传闻，我也觉得是被神化了。但是当我踏入这个境界后，我才深深地了解了这个境界的厉害。齐风阳先是感叹一声，随后继续说道：“你不了解艳阳天，他是一个野心十足的人，尤其是当他踏入天武境后，就更是胆大包天，无所顾忌。他不会允许青州境内出现任何一座能够威胁到他凌云宗的宗门的。而你青龙宗崛起之势已现，你小子的逆天战力已露，无论你弄不弄死那独孤傲云，他艳阳天都不会放过你和青龙宗，还有你身边的所有人，他都不会放过。所以那独孤傲云杀他艳阳天不会放过你，不杀他艳阳天也不会放过你，反正他都不会放过你，你何不杀了他最中意的弟子？”齐风阳对楚风解释道：“大哥说的有道理。”楚风赞同的点了点头，有些事齐风阳的确看得比他透彻。不过你放心，你大哥我如今也是天武境，再加上我的身后是麒麟王府，麒麟王府的身后是姜氏皇朝，所以只要有你大哥我在，他艳阳天再胆大也绝对不敢动你。齐风阳拍着胸脯保证道：“大哥，您的身后还有一位世外高人吧？”楚风笑嘻嘻地问道：“你说的是谁？”齐风阳有些不解：“那位在隐居在百曲沟的蓝袍界灵师啊。”楚风回道：“哦。”听得此话，齐风阳恍然大悟，随后对楚风笑了笑：“你说的没错，那的确是一位高人，不过他可没有隐居，对青州的一切，他比任何人都要了解，因为他之所以留在百曲沟，就是想要观察青州发生的一切，因为他在寻找一个人。一个人是什么人？”楚风好奇地追问道：“哈哈，一个了不起的人，不过我不能告诉你，这是一个秘密，哪怕是你，我也不能说啊。”齐风阳抚摸着胡子，再次笑了笑，随后对楚风说道：“那个人是九州大陆的希望，而你是我青州的希望。”对于齐风阳的话，楚风并没有完全理解，但是他能够听出来，那个蓝袍界灵师身份很不简单，并且他在寻找一个更不简单的人。虽然对那蓝袍界灵师是谁，那不简单的人究竟是谁，楚风非常的好奇，但是碍于齐风阳不肯说，楚风也没有多问，因为李长青对自己有恩，所以楚风和齐风阳这几日都没有离开山村，而是始终观察着李长青的伤势，直到李长青苏醒过来，并且手臂毫无大碍之后，楚风三人才动身启程。而这几日的时间，楚风大闹凌云宗百宗大会上，先是斩断封号弟子双臂，而后又将独孤傲云拍成肉饼的事情，也已经传遍了整个青州。由于这次的消息是青州各方一等宗门传出，并且下至核心弟子，上至长老宗主都在传播这个消息，所以导致这次没有任何人在怀疑楚风的能力，怀疑此事的真相，反而皆是深信不疑。青州出现了一个天才，出现了一个妖孽，出现了一个可怕的魔鬼，这是所有人都在讨论的话题。楚风的修武天赋是天才，楚风的逆天战力是妖孽，而楚风的行事手段就是个魔鬼。楚风这个大名成为了人们又崇拜又惧怕的存在，很多人想要亲眼目睹一下楚风的风采，但却又很是害怕，一个言语不慎，一个动作不对，得罪了这位魔鬼，被诛灭满门。总之，楚风的实力不仅被认可，甚至被妖化。但无论怎样，楚风的确是如今青州境内被公认的第一天才。不过，相比于其他人，在朱雀城内的人们却在纠结另外一个消息：楚风就是灰袍先生，灰袍先生就是楚风。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！朱雀城的主殿内，苏痕激动地来回走动着，他的脸上布满了狂喜之色，因为他不会忘记当日灰袍先生曾经警告过苏痕，苏痕的女儿不得嫁给任何人，只能嫁给他。本来苏痕还在纠结，楚风是个天才，身后有齐风阳撑腰，并且对他的女儿还有意思，他真的很想让自己的2位女儿嫁给楚风。可是那个心狠手辣的灰袍先生却威胁过他，这又让他胆怯，非常纠结。但是现在2个人很可能是一个人，这让他的所有纠结烟消云散，剩下的只有无尽的狂喜。父亲，先不说这个消息没有确定，就算楚风真的是灰袍先生，你高兴什么呀？苏梅眨动着自己的那美丽的大眼睛，不解地盯着自己的父亲。父亲有病，你别理他。苏柔拉了拉苏美的衣袖，偷偷趴在他耳边说道：“哈哈，小柔，小美，有一件事，父亲瞒着你们很久，但是我觉得今天是告诉你们的时候了。当日灰袍先生在灭了上官家后，曾留给我一封信函，而那信函的内容就是他要娶你们2姐妹。”苏痕走到苏柔、苏美的面前，将双手拍在自己2位女儿的肩膀上，满脸的兴奋与激动。不是吧，灰袍先生要娶我们？而听得此话，苏美那甜美的小脸则是顿时大变，双眼之中满是恐惧，比当初上官家迎亲的时候还要恐惧，因为他分明记得那灰袍先生是个老头，并且心狠手辣，可是比上官家还要可怕数倍。这样的人物要娶她，这可让他如何是好？哈哈，小美别害怕，现在那灰袍先生的身份已经揭晓了，他就是楚风，这说明要娶你们2姐妹的
表面虽是灰袍先生，但实际上是楚风啊。苏恒笑着解释道：“父亲，你不要乱说，这个消息根本就没有证实。楚风也从来没亲口说过他是灰袍先生。”而这一刻，苏柔则是愤怒地咆哮起来，并且一把推开苏恒的手臂，指着他道：“你再也不是我心中尊敬的那个父亲了，因为你从来没把我们当过你的女儿。我们两姐妹不过是你为了家族利益的牺牲品而已。”说完这些，苏柔便气冲冲地推开店门，跑了出去。在朱雀城的一座高塔之巅，苏柔坐在此处。她坐在高塔的边缘，将修长白皙的美腿悬挂在半空，双手支撑着身下的房檐，眺望着远方。微风拂过，吹动她那乌黑的长发，吹动她那美丽的裙摆，但却无法吹动她那迷人的容颜，以及此刻忧郁的神情。姐姐！突然，一道甜美的声音响起，苏美出现在了苏柔的身后。小美，你怎么来了？见到苏美，苏柔表现得很是意外，也很是开心，但与此同时，也有着一种不易察觉的慌乱。西，苏美甜甜一笑，并没有回答苏柔的问题，而是扑通一下坐到苏柔的旁边，俏皮地摆弄自己那双美腿，紧了紧自己的小鼻子，对苏柔笑道：“姐姐，你希望楚风是那灰袍先生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”苏柔的美眸之中涌动着不解，但慌乱却浓了一分。西，我希望楚风就是那灰袍先生，因为我想嫁给他。苏美看向青龙宗的方向，甜美的脸上挂着可人的笑容。傻丫头，你的愿望会实现的，因为他也很喜欢你，早晚会娶你的。苏柔溺爱地抚摸起苏美的秀发，她真的很爱自己的妹妹。我知道她喜欢我。那么姐姐，苏美突然问道。什么？被苏美这样一问，苏柔的表情顿时僵硬了一下，根本不知如何回答。姐姐想嫁给楚风吗？苏美笑容不改，继续问道。苏柔满脸的复杂，性感的嘴唇微微张开，却根本说不出话。就在这时，苏美突然扑入了苏柔的怀中，紧紧地抱住苏柔，将那可人的脸颊贴在苏柔的身上，乖巧地说道：“我希望姐姐嫁给楚风，我真的特别希望姐姐能嫁给楚风。楚风是我最爱的人，但姐姐也是我最爱的人。你们两个对我来说都是最亲、最近最爱的人。我真的希望我们三个能永远在一起。”苏美的话语甜美而灵动，非常好听。最主要的是，她的话语非常真诚，她说的都是真心话。而听过妹妹的一番话后，苏柔先是一愣，双眼有些泛红，脸上满是说不出的感动。随后，她张开双臂，紧紧地抱住了自己的宝贝妹妹，将自己的脸贴在了苏美的秀发。她没有说话，但却面带笑容，幸福的笑容。在李长青的伤势痊愈后，楚风与李长青还有齐风阳一同启程，但是三人却根本没有去往同处。李长青返回了青龙宗。如今楚风在百宗大会闹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外面满是风言风语，他身为宗主，自然要回去主持大局。而齐风阳则是收到了麒麟王府府主的召见，被召回了麒麟王府。他踏入天武境的消息已经传了出去，这对于青州来说是件大事，对于麒麟王府来说更是件大事。府主自然要了解真相。至于楚风，则是前往了玄武城。在万古坟冢遇到青龙道人后，楚风已经决定离开青州，尽快提升自己界灵师的能力。而想提升界灵师的能力，就必须按照修罗鬼塔内那只神秘而强大的妖兽所说，去寻找他留下的宝藏。只不过在离开青州之前，楚风还有一件事要做，那就是要前往玄武城一趟。他想去那里看看能否找到地藏的另一个入口，能否在那其中获得什么。那时此刻的楚风坐在白头雕上，急速地向玄武城飞行。可是突然间，他却是眉头微皱，随后赶忙调转方向，驾驭着白头雕向另一个方向飞奔而去。快跑，快跑！被追到就死定了！我可不想被那家伙吃掉，那一定很痛。玄武城境内的一座山林外，两个男孩正在快速奔跑，而在他们两个的身后跟着一只凶猛的丛林豹。两个男孩吓坏了，连鞋都跑丢了，可见他们跑得有多卖力。但是奈何那丛林豹的速度实在太快，如离弦之箭一般急速靠近，正张着血盆大口准备饱食一顿美餐。可就在这时，天上突然传来一声刺耳的鸣叫，这鸣叫不但引起了两个男孩的注意，就连那只丛林豹也是止住了追赶的步伐，抬头望向天空。就在这时，一阵狂风掀起，吹得碎石乱飞，随后一只巨大的白头雕便从天而降，而楚风也是嗖的一下自白头雕上跃下，来到了两个男孩的身前。见到楚风，两个男孩如同见到了救命稻草，赶忙扑倒楚风怀里，战战兢兢地看着身后的丛林豹，好像是在告诉楚风，那只大花猫要吃他们。这一刻，丛林豹有些犹豫是要离开还是继续向前。最终面对稚嫩的美餐，他还是向前踏出了步伐，想要继续进攻。滚！可就在这时，楚风却是突然暴喝一声，看似普通的话音，却如同无形的利剑一般刺中了丛林豹。丛林豹惨痛的哀嚎一声，便被轰出了数十米远，随后转过身去，便连滚带爬的向林中狂奔，连头都不回的钻进了林中。好了，别怕，没事了。楚风笑着抚摸着怀中的两个男孩，他能够感觉到这两个男孩颤抖的身体，感觉到他们内心的恐惧。可就在这时，两个男孩却突然跪倒在地，对楚风叩起头来，一边叩头还一边对楚风说道：“求大神收我们为徒，求大神收我们为徒！来，起来说话！”堂堂男子汉见人便跪，成何体统？对于两个男孩的举动，楚风无奈地笑了笑，随后上前搀扶起了他们。这一刻，楚风可以清楚地看见两个男孩的模样，他们不过7、8岁的年纪，严格来说骨骼还没长成，还没到修武的年龄。而从他们的穿着也可以看出，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村里娃娃，穿得很是残破，不过发型可是很有特点，一个标准的西瓜头，一个标准的锅盖头，并且满脸的皮实，没有一点的矫情。只不过此时此刻，在他们那稚嫩的脸上，则满是鼻涕和泪水，可见他们真是吓坏了。面对两个如此可爱的男孩，
楚风也是于心不忍，不忍将他们这样丢在此处不管。毕竟这是2个单纯的孩子，2个鲜活的生命。于是楚风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？”胡子。你呢？牛子。好名。西瓜头的是牛子，锅盖头的是胡子。2个天真无邪的小孩认真的回答楚风的问题，却根本想不通楚风为何在听到牛子的名字后会狂笑不止。这也不能怪楚风，这时是牛子头型配上他这个名字，让楚风想不笑都不行，因为那个形状实在是有那么一点点像。不过笑归笑，楚风很快便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，认真的问道：“胡子、牛子，你们先回答我，为什么2个人跑到这种深山野林的地方来？”大神，我们是要救我们的妹妹。2个孩子异口同声的回道：“妹妹。”楚风在想，这2个娃娃这么小，他们的妹妹会多大？是的，我们的妹妹被坏人抓走了，我们要将她给救回来。大神，求您收我们为徒，教我们神通吧。说到激动处，胡子和牛子又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我可以教你们本领，不过在此之前，你们要告诉我，你们的妹妹被抓到哪里去了？被什么人抓走的？楚风认真的询问起来。而经过一番了解后，楚风终于知道，牛子和胡子是亲兄弟。牛子是老大，今年9岁；胡子是老二，今年7岁。而他们还有一个妹妹，今年5岁，叫做妞妞。他们兄妹3人全都住在玄武城境内的一座山村之中，村子很穷，简直与世隔绝，所以这些孩子根本就不知道修武为何物，迷信的一塌糊涂。见到楚风从天而降，还以为楚风是神仙，使用的是神通。至于牛子和胡子为何口口声声说要救妞妞，那是因为妞妞在今天早上被一群身穿金甲的人抓走了，据说被抓到了玄武城内，并且被抓走的不止妞妞一个，村子里的所有小姑娘都被抓走了，一定是麒麟王府的人。东家已经被灭了，麒麟王府的人为何还在玄武城？难道说他们没有选新的家族管理玄武城，而是亲自管理了？可是麒麟王府的人为何要抓走一群村中长大的小女孩？此刻楚风眉头紧锁，却又想不出个结果。最终他决定去一探究竟。不过在临行之前，他将修武法诀传授给了胡子和牛子，并且留给他们2个一些金子，让他们回家等着，很快会把他们的妹妹送回去。多谢大神传授神通，我们一定会用心修炼，不辜负大神的期望。2个孩子再次跪倒在地，满脸感激地对楚风叩起头来。呵，这不是什么神通，这是修武法诀，只要掌握这个法诀，你们就踏上了修武一途，成为了一位修武者。另外，我不是什么大神，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神，就算真的有神，那么这个神也一定是一位强大的人罢了。楚风笑着摸了摸牛子和胡子的头，便将2人带上了白头雕上，将他们送到村庄后，才调转方向，向玄武城的方向赶去。来到玄武城，楚风发现这里竟真的如他所想的，已经被麒麟王府的人占领了。麒麟王府驻扎了大量的军队在此处，派出了很多王府强者，就连玄武境的就有数百位，而他们所盘踞的最主要地方，便是公家的旧址。莫非是他们发现了什么？楚风穿着麒麟王府的服饰，混入了他们的驻扎的地方。经过一番打探，楚风兴奋地发现，麒麟王府的人真的是在这玄武城发现了一些东西，而他们发现的东西正是楚风想找到。那边是玄武山脉，通往地藏的入口。之前楚风来到玄武山脉的时候，就曾经查看过那地藏入口，但是奈何以他的能耐，却也是无能为力，什么都查不出来，就仿佛那入口根本就不存在一样。但却万万想不到，原来这地藏的入口就在公家的府邸之中。直到麒麟王府剿灭公家，将公家府邸摧毁之后，才发现原来有一个结界入口藏在这下面。麒麟王府虽然不知道这是地藏的入口，但却也知道这是一处宝藏，所以派遣了大量的人马驻扎此处。就连那位灰袍界灵师也被派了过来，想要打开这个入口，取走宝藏。而提到这名灰袍界灵师，楚风也找到了妞妞等小女孩被抓来的原因，他们全部被送到了这位灰袍界灵师所住的地方。此刻天际西方，红霞萦绕，黑夜随时降临，而麒麟王府开启那结界入口的工作也是停了下来。楚风以麒麟王府侍卫的身份，一路打探灰袍界灵师居住的地方，而凭借敏锐的感应力，离得老远，楚风便能听到一座护卫首领所在的帐篷内传来这样的议论声：这老东西每天拿我们像狗一样换来换去，但这么多天过去了，却连个结界入口都打不开。这个老变态每天还要让我们去玄武城外的山村内，给他去找可爱的小女孩，让他糟蹋。看到那么多小女孩被他糟蹋致死，我真是感觉罪孽深重。嘘，你们小点声，他可是灰袍界灵师，感应力超强，你们说的话要是被他听到，那就死定了。几名护卫首领在一处帐篷内喝酒的同时，窃窃私语着。可恶，他们抓来这么多小女孩，竟然是用来做这种事。而这一刻，得知真相的楚风更是气得双拳紧握，冒出根根青筋。每日都要糟蹋死几名小女孩，这不是变态是什么？凡是有点人性的人，都绝对做不出这种事。而麒麟王府这个青州的主宰，竟然还帮其做这样的勾当，简直和魔教没什么分别。这让楚风愤怒不已，对麒麟王府更加失望。想到此处，楚风不由加快了前行的步伐。经过一番赶路，总算来到了那灰袍界灵师所住的地方。因为如今公家已为一片废墟，所以他们居住的都是帐篷。只不过这灰袍界灵师居住的帐篷却非常的大，可能是因为要做变态的事，所以他将所有守卫都叫开了。楚风小心翼翼地靠近，发现帐篷外被布置了一道隐藏结界。这种手段的确只有灰袍界灵师才能做到，不过却难不住楚风。楚风很是轻易的便将这位界灵师所布置的结界开启，而结界刚刚开启之际，楚风顿时面容大变，那强忍者的怒火噌的一下窜了出来。
因为他能够自帐篷内听到数名小女孩的声音，只不过那并非天真无邪的笑声，乃是悲惨的尖叫声以及无助的哀嚎声。